然后有一个新闻是，有一个植物展上面竞拍了植物，然后竞拍到600万，对，那它就是这个品种。在山与海交汇的地方，在阳光与绿意轻轻相拥的午后，时光悄悄学会了温柔。当城市的节奏慢下来，你会发现一个被阳光轻轻拥抱的所在。这里有让人一口就爱上的美食，有弦乐在空气中缓缓流转，鹿角蕨在园区里自在生长，仿佛一件件绿色艺术品。宽阔的草坪上，孩子尽情奔跑，大人终于能安心放空。走进这座美丽的园区，你不只是来玩、来吃、来拍照，更是让身心好好的 take a break。今天就跟着小星星的脚步，一起来开箱这个离我们家很近，却让人一待就不想走的新景点——淡水晴花鹿苑。今天来到淡水的一个新的景点，叫做晴花鹿苑。我们刚停完车，这边停车场很多个，很大。我们今天整个下午都沉浸在这座园区里，品尝疗愈系美食，听园区导览慢慢说故事，坐在辽阔的草地上，让弦乐在耳边缓慢流动。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慢了下来。从黄树林捷运站出发，开车沿台二线淡金公路约10分钟就能抵达晴花鹿苑。园区附近有沙仑海滩、护尾炮台公园，也能一路延伸到淡水渔人码头和淡水老街，看金黄夕阳缓缓洒落在水面上，把文化、风景与感动一次收藏。来到淡水，别只会逛老街，也别错过这座静静等你发现的美丽园区哦。进来看看。这是他们的餐厅，感觉蛮大的哦。看一下有什么东西。这是烟熏鲑鱼沙拉。要点餐吗？好啊，鸡汤羊就好了吗？好，刚才门票折价有这个是糯米沙拉。那这样是200糯米沙拉。需要载具或转边吗？这边是甜点，各种不同的口味，百香果、巧克力。这是他们的菜单。他们的餐厅的名字叫晴花飨宴，英文是 Heru Hana， 就是茶花。已经是每一个花苞都出来了。茶花，因为茶花是在冬天开的嘛。感受一下那个树叶的能量。这个草皮蛮大的啊。是哦。这个树相当巨大哦。餐厅取名为晴花飨宴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在晴朗的日子里，有花朵相伴，细细品味美食，多美多浪漫的名字啊！正如我们今天的这场美丽的飨宴，
花园在身旁绽放，古典音乐在空气中流动，阳光洒落的午后，让人不自觉放慢脚步，愉悦地度过一段专属于周末的美好时光。有熏鲑鱼4片，熏鲑鱼，然后再就是有机的蔬菜。他说这个是这个叫做这叫什么？很像火龙果，有一不是，它是很像萝卜。萝卜啊，对，很像萝卜。天菜啊，不是天菜根，就是国外的一种萝卜。小番茄。对，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是什么酱？在宽阔而舒适的餐厅空间里，悠扬的音乐在空气中轻轻流转。我们细细品尝着尾鱼沙拉与金黄酥脆的薯条，每一口都吃得到食材最纯粹的风味，也感受得到料理背后那份不张扬却诚恳动人的用心。正如晴花响宴官网所说，尊重每一项食材的生命力，让料理回归原始与纯粹，从炊烟中传递温度，在餐桌上感受时间缓缓流动的仪式感。这是一段让味觉与心灵同步被疗愈的旅程。看这颗，这颗呢，它是罗汉松，那跟这颗一样，这也是罗汉松，只是说我们这颗呢，可以发现它的塑形比旁边这颗还要大。那这颗它是台湾的特有，它叫做蓝生长，但是它可能跟高海拔的枫叶松比起来，它们的叶子可能这边会比较稀疏一点。哦，对。水柳，那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它是我们园区里面就是唯一一个从以前就保留到现在的。对，它本来就在这。那为什么叫水柳？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生长在市场旁边。对。可是它叶子跟柳树有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它到水边，它的叶子还是会往下垂。对。开得很准，它是12岁。对，这个鹿角蕨是已经12岁了。那有没有旁边这个比较小的？这其实大概3到4岁。对，那这两个它们的差别呢，就是上面这个它的品种叫女王，对，它叫做单芽型的鹿角蕨。那下面这种爪哇类的，它们叫多芽型的鹿角蕨。那多芽型的意思就是可以看到它旁边有长一些小宝宝，对，它长那个侧芽。那会长侧芽的就叫做多芽型的鹿角蕨。那像女王这种，它不会长侧芽，对，它的体型就会比较巨大一点。鹿角蕨的英文 Staghorn Fern 为水龙骨科鹿角蕨属，是一种极具观赏价值的蕨类植物，因为叶片分叉如鹿角而得名。原生于热带与亚热带森林，多半附生在树干上，不需土壤，靠空气中的湿气与落叶养分生长。鹿角蕨分为营养叶与孢子叶。营养叶包覆基部，收集养分与水分，从绿叶转变为褐色。孢子叶则如鹿角向外舒展，姿态优雅又充满生命力，常被视为结合自然与艺术的
绿色装饰，为空间带来静谧而疗愈的氛围。前年的时候有一个新闻是，有一个植物展上面竞拍了植物，然后竞拍到600万，对，那它就是这个品种，那这个品种叫做珍妮。那在前年会那么贵，就是因为前年那个时候侏儒这种品种刚出来，就是市面上还没有很多，那再加上它培育的时间要很久，所以它一上市就大家都暴动，就是很多人想要竞标。这是他们就是做板子的地方。那像这边就是我们模拟室内养殖的环境，那个哦，对，像这边有造景灯，然后我们夏天就是会开冷气。这个就更不一样了哈。对，这也是侏儒，但是它原本是侏儒皇帝，它更大颗一点。对，它比较。阳光洒落在柔软的草地上，微风轻轻拂过脸庞，带来自然的问候。坐下来，静静聆听弦乐的低语，欣赏鹿角蕨优雅伸展的姿态，细细品味每一道用心烹调的料理，每一刻都提醒着我们，生活的美好往往隐藏在最温柔的细节里。正如法国小说家布鲁斯特曾说 ：“The real voyage of discovery consists not in seeking new landscapes, but in having new eyes。”当我们愿意放慢脚步，敞开心灵，感受眼前的每一片绿意、每一道光影、每一个音符，都像在诉说平凡的瞬间也能如此动人美丽。C'est la vie。淡水青花路苑不只是一座园区，而是一段能让心灵沉淀、重新看见生活之美的浪漫旅程。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，请按个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让我们一起探索更多、更精彩的风景哦。